欢迎回来，这里是薛定谔梦见猫。跟朋友聊天时发现，大家都有自己的烦恼，没意义的工作，情绪化的领导，琐碎的家庭事务，处理不好的关系，感觉大家都被一根弦紧绷着，不断处在要么烦恼丛生，要么正在处理烦恼的路上。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松弛一下，不那么紧绷，那么烦恼吗？当然有。今天想给大家分享3个让人快乐起来的思维习惯。1. 敢于让自己快乐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？每次稍微开心一些，就很担心自己现在的开心是一种虚无，想着之后如果发生一些不开心的事情，岂不是要责备自己开心时的没心没肺？其实这种想法就是典型的生于忧患，又怕死于安乐。就算生活中有开心的事情，也会压抑自己的感受，不敢高兴得太早，担心万一后面又有什么糟糕的事儿发生，总觉得自己不该开心，不该享受。如果你有这种倾向，不要担心，不要害怕，不要觉得这一定是自己的错，因为在你的成长过程中，可能有很多你已经不太记得的经历，促使了你形成这种思维。比如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，家长常常有情绪问题，愁眉苦脸，孩子就会因为家长的不快乐而对自己的欢乐感到愧疚，从而慢慢学会有意压抑自己的快乐情绪。这种行为可泛化到成年后的人际关系中。再比如，孩子在快乐玩耍的时候，家里突然发生了不好的情况，比如父母出现矛盾冲突，家人遭遇车祸或收到其他噩耗等，孩子就会容易将自己的恐惧情绪和之前快乐的情绪关联在一起。孩子的大脑还未发展完善，在面对这样极端的情绪时，就很容易产生一个信念：只要我不快乐，糟糕的事情就不会发生。在孩子成年以后，虽然事件已经过去，甚至被遗忘，但儿时形成的信念如果没有被及时纠正，就依然可能起作用。还有的人是从小开始就不被允许闲着，不被允许做单纯让自己开心的事。比如家人不喜欢你和小朋友玩闹，他们更愿意看你乖乖坐着看书写作业，或者一旦看电视或者打游戏，就会被要求帮忙做家务，要是敢拒绝，就会被家人一顿教育，说你不懂事，帮不上一点忙，只会懒散享受，不知劳动的辛苦等等。在这样的提醒中长大的人，自然不敢轻易让自己轻松快乐，不论自己心里的真实想法是什么，无所事事对这些人来说就是一种罪过，所以一定要找很多事情来干，把自己搞得忙碌焦虑起来，才能避免那些从小听到大的谴责的声音。然而事实常常是，并不是因为人有很多的事情非做不可，而是人内心的焦虑和不安，促使人需要找很多的事情来做，让自己感觉不那么糟糕。也有的人不敢开心，是因为害怕失去，怕开心，更怕失去开心，慢慢发展到内心稍微有一点幸福的苗头，就开始不安，无所适从，想放开顾虑，肆无忌惮的快乐，却发现自己怎么也做不到。不论是以上哪一种原因导致了你不敢快乐，我都鼓励你勇敢地尝试跳出这种思维定式，因为这种思维模式是具有很强的杀伤力的，它会让不快乐变成你的安全区，成为一种生存策略，用不快乐来逃避情感的创伤，防御生活中的起伏。久而久之，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，你会越来越习惯于不快乐，你会从一个不敢让自己愉悦的人，逐渐变成一个觉得自己不值得过快乐生活的人。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，因为不论你经历过怎样的痛苦，不论他人在你的脑子里留下过怎样的创伤，作为一个独立的人，我们都有获得快乐的权利。我希望你能试着去挑战那些禁锢你的想法，正视创伤和焦虑，勇敢坦然地让自己快乐。2. 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。有几年时间，我过得特别紧绷，工作上紧绷，生活上也紧绷。工作上看不得自己不足的地方，生活中看不得自己的缺点，总觉得为什么别人行，自己就不行呢？为什么别人能这么开朗乐观，收放自如，自己却总是思前想后，寸步难行？很多人常常会去怀疑自己，
觉得自己要么没有热情，要么缺乏毅力。偶尔的自我怀疑本是人之常情，但是如今社会，这种自我怀疑已经成了很多人每天睁开眼即可见的恐惧。我们的双眼和思绪轻而易举的就被社交媒体所蒙蔽，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他人或真实或伪装的高光时刻，我们不自觉的就会陷入比较、嫉妒和自叹不如的漩涡。无论是自我怀疑还是自叹不如，不断跟自己较真，真的有必要吗？即使别人拥有我们没有的优点，那又如何呢？我们从小就知道每个人都是不同的，也学习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道理，但是长大后为何却总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面面俱到的人呢？无论你是已经被内卷到无法呼吸却依然无法自拔，还是正在犹豫不决要不要踏入内卷的黑洞，我都希望你知道，内卷的本质是组织用一套既定的规则来衡量所有人，用没有差异化的标准来收割对组织有利的产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人不被当成个体，而是被当成了统一标准化的劳动机器，因此个人的优势注定会被压抑，个人的利益完全被忽视，而组织的利益会被最大化。所以当你把独一无二的自己当成一个满是缺点的存在，用尽全力让自己成为那个模板里刻出来的优秀机器，你就恰恰放弃了自己人之为人的独特，反而成为了组织最爱的奴隶。有个朋友，他之前为了稳定找了一个自己不太喜欢的工作，结果干了1年实在是不感兴趣，也没有成就感，还会因为不擅长觉得自己特别没用。他强迫自己坚持，找了很多激励自己的办法，结果就是上班如上坟，不断陷入内耗。后来在家人朋友的鼓励支持下，他痛下决心辞职，花了很长时间反思认识自己。后来做了一份比之前收入低些，但是自己擅长并喜欢的工作，后面整个人的状态都好起来了。在跟他聊天时，他说过去总想着一定要有个稳定高薪的工作，后来才发现真正发自内心的轻松和快乐是无价的。很多人之所以感觉过得不快乐，是因为一直在跟自己的不足较真，没有关注到自己的优势。是的，我们总被教育要取长补短，但是总在自己不擅长的地方磨刀，不仅会自损元气，还会让你痛苦丛生。敢于接纳自己的不足，你才能寻找并看到自己的优势，顺势而为，你会过得更加轻松快乐。3. 敢于接受事与愿违。法学博士罗翔曾说过一句话，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，然后接受它的事与愿违。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，有些事也许你已经非常努力，但结果也可能事与愿违。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，往往会否定过去，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失败的人，再就是担心未来，担心未来的自己会不会再一次一败涂地，纠结内耗，导致不能行动。但是人生总有起伏啊，不能总是能接受人生的高点，不能接受人生的低点吧。成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多种因素的互相作用，即使事与愿违，也不能代表从此你都不会再有成功的机会，只不过是说明这一次天时地利人和没有统一罢了。适时的反思调整计划，失败也会成为我们认识自我取得进步的利器。我刚毕业几年的时候，工作非常顺利，到后面工作遇到一些挫折，就进入这种自我怀疑期。但现在看来，每个人的人生注定要遭遇一些挫折，那不代表我们本身有问题，事情发生都是因缘巧合的结果，我们能做的就是给它时间慢慢解决。电视剧《天道》中有句话，如果命运让我穷困潦倒，那么穷困潦倒就是我的价值。放下一定要怎样的执念，坦然接纳命运中的事与愿违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也许你现在失去的会以另一种形式回到你的人生中。前几天看到一个研究说，打针的时候看着针头会减轻疼痛感，人生的困难也一样。如果你敢于接纳事与愿违，敢于直面当下的挫折，你会发现原本你觉得很可怕的东西，有一部分只是大脑的想象。
人生的事与愿违，本身就是我们人生体验中宝贵的一部分。最后，总结下今天分享的3个让人快乐的思维模式：1. 敢于让自己快乐； 2. 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； 3. 敢于接受事与愿违。生活的道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，但是你我都可以多一点勇气，多一分勇敢，因为那些为自己冒的险，每一次都值得。薛定谔梦见猫，好奇心连接你我。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